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1集。在遥远的未来，科技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无疑是人工智慧技术。在这段故事中，我们将跟随主角李小金，一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律师，在高科技法律界中奋斗与成长的历程。第1章：初见人工智慧。李小金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与热忱。他成为一名律师后，在当地一家知名律所工作。小金对法律充满热情，总是全力以赴，为客户争取到最佳的结果。但他深知，要在竞争激烈的法律界中崭露头角，还需要不断进修与更新知识。一天，小金在参加一场法律研讨会时，听到了一场关于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应用的演讲，这让他激发了兴趣。他开始研究人工智慧在法律行业中的潜力。小金很快的就意识到，人工智慧技术可以帮助律师们更准确地分析案件，更快地找出证据，进而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胜诉率。然而，小金也对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感到担忧。他担心，人工智慧可能会取代人类律师的工作，或造成法律制度的扭曲。这些想法在小金的心中挥之不去，但他也无法否认人工智慧为法律界带来的巨大潜力。第2章：结识 AI 伙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小金不断研究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他发现，目前市场上已有一些以人工智慧为基础的法律服务，如自动化合同审查、法律文件翻译等。小金对这些技术感到十分好奇，决定深入探索。在与业内人士的交谈中，小金得知了一家名为法律机器 Legal Machines 的公司。他们开发了一款人工智慧辅助法律咨询平台，这引起了小金的兴趣。他决定与该公司的创始人进行会面。在与创办人会面后，小金被这家公司的愿景和技术所打动。这家公司研发了一款名为法律顾问 Legal Advisor 的软体，它利用人工智慧技术为客户提供准确的法律建议。小金决定加入这家公司，成为他们研发团队的一员。在与法律机器的合作中，小金结识了公司的核心成员，一位名叫李浩轩的青年工程师。李浩轩才华横溢，他将方法论和人工智慧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为法律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小金和李浩轩很快成为好朋友，他们一起努力，将人工智慧技术推广到法律界。在与李浩轩的合作中，小金逐渐意识到，人工智慧不仅可以简化法律工作，还可以帮助律师更精准地处理案件，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第3章：人工智慧律师的诞生。在法律机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法律顾问软体终于正式发布。这款软体在推出之后，受到了法律界和公众的广泛欢迎。许多律师和法官都表示，人工智慧技术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在法律机器工作期间，小金和李浩轩合作无间，共同研发出了一款专为律师设计的人工智慧辅助软体。这款软体名为律师助理 Lawyer Assistant， 它可以协助律师处理案件，预测法官的判断，甚至撰写法律文件。律师助理软体的诞生，再度引发了法律界轩然大波。有人担心人工智慧会取代人类律师，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人工智慧只是帮助律师做出更明智决定的工具。小金和李浩轩明白，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中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议。他们决定，在推进人工智慧在法律行业应用的同时，也要重视人工智慧的伦理问题，确保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符合道德和法律规范。第4章：挑战与机遇。在法律机器工作期间，
小金和李浩轩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他们必须说服法律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律师和法官，接受人工智慧技术的优点。其次，他们必须应对其他技术公司的竞争，如其他法律科技公司也在开发类似的人工智慧软体。此外，他们还面临着资料隐私和安全的问题。由于人工智慧技术依赖于大量的资料集，因此必须确保客户资料得到充分保护，防止被窃取或滥用。然而，这些挑战也为小金和李浩轩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他们有机会在法律行业中引领变革，他们的工作将影响法律界的未来。小金和李浩轩决心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将人工智慧技术推向法律领域的巅峰。第5章，共创辉煌未来。在小金和李浩轩的领导下，法律机器团队不断成长。他们研发出越来越多的人工智慧法律工具，这些工具得到了法律界的广泛认可，逐渐改变着律师和法官的工作方式。在之后的日子里，小金和李浩轩持续探索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的潜力。他们发现，人工智慧不仅可用于案件处理和法律文件撰写，还可用于法律教育和研究领域。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2集。在接下来的剧情中，小金和李浩轩注意到人工智慧在法律咨询中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复杂的案件仍然需要人类律师的判断和同理心。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将人类律师的优势与人工智慧的优势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更强大的法律服务模式。为此，他们决定联合其他法律界和人工智慧领域的专家，共同研究如何最佳化法律服务流程。在多次的会议和讨论中，他们提出了人工智慧辅助法律咨询机器人的想法。这种新型的法律咨询机器人将结合人类律师的专业知识和人工智慧的技术优势。一方面，机器人可以利用人工智慧处理大量的法律资料，提供准确的法律资讯和建议；另一方面，人类律师可以利用机器人的分析结果，更快地做出决策，并为客户提供更加个人化的服务。在得到所有相关方的同意后，小金和李浩轩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发小组，专注于研发这种新型的法律咨询机器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研发团队不眠不休地工作，他们面临着技术挑战、资金压力和团队协作等各种困难。然而，他们最终成功地开发出了第1代法律咨询机器人。这部机器人名为法律巴克 （Legal Bard）。它在亮相之时，引起了法律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法律巴克的表现远超了研发团队的预期。它不仅能快速准确地处理法律咨询，还能提供比人类律师更为一致和客观的法律建议。由于法律巴克的表现优异，很快地成为了律所和法律机构的热门工具。在法律巴克的成功之后，小金和李浩轩并未停下脚步。他们知道，法律领域仍有许多问题等待着被解决，于是，他们继续投入时间和精力，研究和开发新一代的法律服务工具。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小金和李浩轩将带领团队开发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技术，如智能法庭记录系统、远端法律咨询平台、智能合约审计工具等。这些技术将彻底改变法律界的面貌，使律师和法官的工作更加高效，法律服务更具可及性。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3集。在法律巴克成功推出后，小金和李浩轩收到了一份来自海外的合作邀请。一家国际知名律所希望聘请他们，将人工智慧技术引进该律所的法律服务中。这是小金和李浩轩将人工智慧法律服务推广到全球舞台的绝佳机会。为了把握此次机会，
小金和李浩轩立刻组建了一支跨国研发团队，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专家组成。这支多元化的团队成员各具专长，有的人工智慧专家，有法律专家，也有来自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律师。在多次的会议和讨论中，团队成员们热烈地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如何将法律巴克这样的技术应用于国际法律市场。他们讨论了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法律差异、跨境法律服务的挑战，以及如何确保人工智慧法律服务在海外市场的有效性。在充分沟通和协作后，研发团队提出了将法律巴克改造为多语言、多司法管辖区版本的方案。这意味着法律巴克将能够处理不同语言的法律咨询，并提供符合当地法律规则的建议。在得到所有相关方同意后，研发团队开始了这项浩大的任务。他们招募了熟悉各国语言和法律的专家，以确保翻译和法律建议的准确性。同时，他们对法律巴克的程式进行了大量的调试和优化，以确保其在不同环境下都能正常运作。在历经数月的努力后，改造后的法律巴克终于正式上线。这次，法律巴克不仅能为本地客户提供服务，还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高效、准确的法律咨询。这项成就不仅为小金和李浩轩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进一步证明了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中的巨大潜力。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小金和李浩轩将继续带领团队开拓新的市场，研究更先进的人工智慧法律服务技术。他们将面对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但凭借着他们的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他们定能继续在法律领域引领人工智慧的应用潮流，为全世界的人民提供更公平、高效的法律服务。本集故事讲述了小金和李浩轩如何将法律巴克拓展到国际市场，将人工智慧法律服务推广到世界各地。他们的成功不仅为小金和李浩轩赢得了国际声誉，更证明了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中的巨大潜力。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继续见证他们如何继续推动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为全世界的民众带来更美好的未来。在法律巴克成功的进军国际市场后，小金和李浩轩接到了一份来自非政府组织 NGO 的请求。该 NGO 受厄绝伦，专注于打击跨国犯罪和保护儿童权益。他们希望与小金和李浩轩合作，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打击跨国犯罪，保护更多受害者。小金和李浩轩对 NGO 的请求深表同情，但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项任务将极为复杂且充满挑战。他们需要分析和处理大量的犯罪数据和情报，而这些数据可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语言和格式各异。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小金和李浩轩再次召集了跨国研发团队。这次，他们还邀请了犯罪学专家和执法人员加入团队，以提供更多的专业见解和实战经验。在数周的密集合作后，研发团队提出了一套名为“守护者 (Guardian) 的跨国犯罪预防和调查系统。这套系统将利用人工智慧技术分析犯罪数据和情报，协助执法人员预测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并协助他们制定更有效的犯罪预防和执法策略。在 NGO 的帮助下，守护者系统被部署到多个国家，以打击跨国儿童色情和其他严重犯罪。这套系统的表现远超了研发团队的预期。它不仅减少了犯罪事件的发生，还为受害者提供了及时的保护和支援。守护者系统的成功不仅为小金和李浩轩赢得了国际声誉，更让他们亲身经历了人工智慧技术在法律和社会领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继续见证他们如何继续推动人工智慧在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应用，
为全球的民众带来更光明的未来。本集故事讲述了小金和李浩轩如何将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跨国犯罪打击和儿童保护领域。他们的成功证明了人工智慧在法律和社福领域中的巨大潜力。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继续见证他们如何继续推动人工智慧在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应用，为全球的民众带来更美好的未来。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4集。在守护者系统取得显著成效之后，小金和李浩轩收到了一份充满挑战性的专案委托。他们被邀请为一家位于偏远地区的贫困农村律师事务所提供技术支援。这所律师事务所由一位年迈的律师经营，他希望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改善事务所的运作效率，为当地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然而，由于事务所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资源，这项任务显得格外艰巨。小金和李浩轩深受这位年迈律师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他们决定全力协助这个偏远的律师事务所。他们招募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工智慧专家和法律专业人士，一同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专案小组。在详细调查和评估后，专案小组决定采用开源的人工智慧系统，以降低成本并确保系统可持续性。他们还开发了一套定制化的界面，使它能与律师事务所的现有系统无缝整合。在专案小组的努力下，律师事务所的人工智慧系统终于上线了。它能够自动处理一些例行性的法律文书工作，如合同草拟、法律文件翻译和合规性检查等。这使年迈的律师能更专注于处理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法律案件。此外，人工智慧系统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捷的法律咨询服务。当地居民可以透过网站或行动应用程式预约与人工智慧系统交谈，获得关于房产、继承、合同等基本法律问题的解答。法律巴克和守护者系统的成功为这个偏远的律师事务所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小金和李浩轩亲眼目睹了人工智慧技术在改善法律服务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继续跟随小金和李浩轩的脚步，看他们如何继续将人工智慧技术推广到世界各地的偏远地区，为那些遭受法律资源不公的人提供更公平的待遇。这趟旅程将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小金和李浩轩充满信心，相信人工智慧技术将能成为缩小差距、造福人类的强大力量。本集故事讲述了小金和李浩轩将人工智慧技术带入偏远农村律师事务所的经历。他们的努力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优质的法律服务，还证明了人工智慧在法律服务提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潜力。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继续见证他们如何继续推动人工智慧在法律领域的应用，为全球的民众带来更光明的未来。微软雅黑。根据之前的对话内容，我将为第4集提供一个新的故事情节。在偏远律师事务所取得成功后，小金和李浩轩越发坚信人工智慧技术在法律服务中的巨大潜力。于是，他们决定将此技术推广到其他类型的法律机构，如法庭、检察院和仲裁机构。为此，小金和李浩轩再度召集了跨学科专家团队，一同研究如何将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不同层级的法律机构。他们探讨了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提高法庭的审判效率，协助检察官进行更精准的罪案侦查，以及改善仲裁机构的裁决品质。在团队的多次讨论和研究后，他们提出了将人工智慧技术整合到现有法律系统的蓝图，这包括开发更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以提高法律文件的处理速度和准确性；建立一个法律知识库，以方便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在处理案件时能快速查阅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开发一套法律辅助系统，可为律师和法律工作者提供案件处理的建议和支援。在得到相关方的支持和合作后，小金和李浩轩率领团队正式启动了这项浩大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团队成员辛勤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下，整合了人工智慧技术的新一代法律系统正式上线。这套系统在众多法律场合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律师、法官和法律工作者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法律巴克、守护者、偏远律师事务所以及新一代的法律系统，每一次的改进和升级，都代表了小金和李浩轩对人工智慧技术在法律领域中应用的不懈追求。他们从不懈怠地探索新创新，始终坚持着一条明确的道路，用科技力助力人类，为全球的民众提供更公平、更高效的法律服务。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5集。在小金和李浩轩成功地为法庭、检察院和仲裁机构实施了人工智慧系统之后，他们收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一项新专案委托。这个专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法律援助热线，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支援。政府部门希望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来处理来自热线的电话，并根据用户的需求自动分配相应的法律专家。小金和李浩轩对此项倡议深表认同，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缩小法律服务差距，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及时、可负担得起的法律服务。他们决定接受挑战，领导他们的团队开发这项创新技术。在团队的密集合作下，人工智慧法律援助系统迅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系统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电话中的对话内容，从而识别出用户的法律问题和需求。然后，系统会根据用户的问题自动分配给一位合适的法律专家，以解答他们的问题。为了确保系统准确性和可靠性，小金和李浩轩召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官，让他们测试人工智慧系统的效能。这批专家从不同背景、不同专业领域，为系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回馈意见。根据专家的意见，团队对人工智慧系统进行了多次改进和最佳化，最终，系统达到了相当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胜任处理法律援助热线的任务。在得到政府部门的正式批准后，人工智慧法律援助系统正式上线。这项技术成就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提供了宝贵的法律支援，大大缩小了法律服务差距。法律巴克、守护者、偏远律师事务所、新一代的法律系统以及法律援助热线，每一次的改进和升级，都是小金和李浩轩对人工智慧技术在法律领域中应用的无止境探索。他们始终坚持初心，用科技的力量帮助人类，为全球的民众提供更公平、更高效的法律服务。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继续见证小金和李浩轩如何在法律领域继续推动人工智慧的应用，以及他们如何面对新挑战、新机遇，并始终坚持着他们的信念，用技术改变世界，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6集。在小金和李浩轩成功实施全国法律援助热线后，他们接到了一份来自国际组织的委托。该组织面临着一项棘手的任务，调查跨国企业非法行为。该组织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处理庞大数据集，并且能从中挖掘出有价值资讯的系统。小金和李浩轩对此项任务深表兴趣，他们认为这是将人工智慧技术推广到国际舞台的绝佳机会。他们决定接受挑战，并成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人工智慧数据分析系统迅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系统可以快速处理大量数据，并利用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有价值的资讯和模式，这使得调查人员能够更快地掌握案件的核心问题，并跟踪跨国企业的非法行为。为了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小金和李浩轩邀请了多位数据科学家和法律专家加入团队。这些专家的加入为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专业知识，使团队能够克服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在经过多次的试验和改进后，人工智慧数据分析系统终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该系统不仅帮助调查人员成功地调查了多起跨国企业非法行为，还为相关机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以执行法律制裁。小金和李浩轩的这项成就引起了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该组织对他们的技术和专业能力赞誉有加，并邀请他们参加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与世界各国的法律和数据专业人士分享他们的人工智慧技术和经验。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小金和李浩轩将继续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他们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人工智慧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其他领域，如环境保护、金融监管和人权保障等。他们的目标是让世界看到人工智慧在法律和数据分析领域的潜力，并为全球的民众提供更公平、更高效的服务。无论未来面临何种挑战，小金和李浩轩都将坚持他们的信念，用科技的力量帮助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7集。在小金和李浩轩成功地帮助国际组织调查跨国企业非法行为之后，他们接到了一份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委托。该行需要一套能够评估和预测成员国经济表现的系统，因为这些数据将帮助行总部制定更明智的金融政策。小金和李浩轩对这项任务感到兴趣盎然，他们决定领导他们的团队，全力以赴实现这项目标。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人工智慧经济预测系统很快诞生，并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该系统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分析来自成员国的经济数据，以识别模式和趋势。这使行总部能够提前预知经济波动，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为了保证系统准确性，小金和李浩轩邀请了经济学家和数据科学家参与专案。他们在团队中共享知识和专业经验，使人工智慧经济预测系统不断改进和完善。在经过多次的测试和验证后，人工智慧经济预测系统终于正式上线。该系统不仅提高了亚洲开发银行对成员国经济表现的预测准确性，还为行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政策。小金和李浩轩的这一成就再次引起了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亚洲开发银行对他们的技术和专业能力表示赞赏，并邀请他们参加年度论坛，在那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分享他们的人工智慧技术和经验。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小金和李浩轩将继续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他们将把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以帮助人类解决日益严峻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让世界看到人工智慧不仅可以用于法律和数据分析，还能在各行各业发挥重要作用，为全球的民众提供更公平、更高效的服务。无论未来面临何种挑战，小金和李浩轩都将坚持他们的信念，用科技的力量帮助人类，共创更美好的未来。在本集的故事里，小金和李浩轩成功地为亚洲开发银行开发了人工智慧经济预测系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们的成就再次证明，
人工智慧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具有巨大潜力。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8集。在新的一集里，我们将进一步描述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如何将人工智慧技术拓展到房地产法律领域，以协助律师处理和分析房地产合同。在之前的集数中，我们介绍了小金和李浩轩成功地帮助国际组织调查跨国企业非法行为。他们凭借在法律和数据分析领域的专业知识，赢得了客户的信赖和赞誉。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看到他们将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房地产法律领域，以帮助律师处理和分析房地产合同。在房地产交易中，房地产合同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因此对合同的审核和分析至关重要。传统上，律师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审核和分析这些合同。然而，人工智慧技术的出现为房地产律师提供了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案。在房地产合同分析的应用中， AI 主要扮演着以下2个角色：一、资料前处理。AI 可将房地产合同进行数字化处理，使之成为电脑可以处理的形式。这包括辨识文档格式、提取关键资讯、去除噪声等。这样，律师就可以更轻松地查阅和分析合同内容。2、合同分析。在资料前处理完成后， AI 模型会根据预先定义的规则和演算法，对合同内容进行分析。例如， AI 可识别合同中的关键条款，如购买价格、付款方式、交房日期等。此外， AI 还可以根据合同的类型和内容，将其分类为不同的类别，如房屋买卖、租赁协议等。透过自动化法律文件分析，律师可以省去手工审核和分析合同的麻烦，并节省出相应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这使他们能够将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问题上，如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法律建议和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小金和李浩轩将带领他们的团队进一步改良他们的房地产合同分析系统，使其更加精确和高效。此举将帮助律师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服务，并进一步推广人工智慧技术在法律行业的应用。在未来的剧情中，我们还将看到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其他法律领域，如证据搜寻、法律研究、诉讼预测等。这些应用将进一步帮助律师和法律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整个故事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作为人工智慧技术的拥护者和推广者，他们始终坚持信念，努力将技术转化为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的动力。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不仅为法律行业带来了变革，也启发了其他领域去发挥人工智慧的潜力，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益处和进步。以下是 AI 在这些国际组织中一些常见应用的简要说明。一、资料分析和预测。国际组织经常处理大量的数据，包括经济数据、政治数据和社会数据等。AI 可帮助这些组织透过数据分析和预测，了解趋势和模式，从而更有效地制定政策和计划。例如，世界银行可使用 AI 来预测各国的经济增长，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定向援助和投资。2、文书处理和翻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经常处理各种语言的文书和档案。AI 的文书处理和翻译功能可帮助这些组织更快、更准确地处理这些文件，消除语言障碍，便于交流和合作。3、安全与合规。国际组织需要保障系统和资料的安全，遵守各项合规要求。AI 的安全技术可帮助这些组织检测和防范网络攻击，保护敏感资料。例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使用 AI 来监控交易活动，识别可疑行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4、专案管理和协调。国际组织经常进行大型专案，如灾难救助、道路建设和公共卫生专案等。AI 可协助这些组织进行专案管理，安排资源，跟踪进度，提高专案的效率和效果。5、公共关系和媒体监测。国际组织可使用 AI 来监控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以了解公众对组织活动的看法和反应。这有助于组织调整其公共关系策略，提高其透明度和问责制。6、人才招募和发展。国际组织可使用 AI 来分析候选人的履历和技能，协助组织筛选合适的人选。此外， AI 还可用于提供培训和开发方案，以帮助员工提升能力，增强组织的整体绩效。7、Climate Change Research 和 Policy。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还在利用 AI 来研究气候变化，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例如 ，AI 可协助分析气候模型，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的效果。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9集。在新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描述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如何帮助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来打击腐败和促进透明度。在之前的集数中，我们见证了小金和李浩轩在国际组织中凭借其在法律和数据分析领域的专业知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不仅为客户提供了出色的法律服务，还将人工智慧技术推广给了更多的人。在本集里，我们将看到他们如何将技术应用于打击腐败和促进透明度的斗争中。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腐败和不透明行为一直是严重的问题。为了遏制这些行为，组织们需要有效地监测和分析大量资料，以识别可疑的活动。这就是人工智慧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 Transparency AI 的平台。该平台利用人工智慧技术来分析和处理来自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资料。该平台具有以下功能： 1、资料标准化和清洗。Transparency AI 可将收集到的资料标准化，使之符合统一的格式。同时，该平台还可自动侦测和移除资料中的杂讯，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2、资料比对和分析。Transparency AI 可将收集到的资料与公开资料源进行比对，以识别可疑的交易和活动。该平台还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资料，以发现潜在的腐败和不透明行为。3、事前预警系统。当 Transparency AI 侦测到可疑活动时，会向相关部门发出事前预警，以便他们及时采取行动，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4、透明度提升。Transparency AI 还为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一套透明度评估工具，以帮助他们识别业务流程中的弱点，并采取措施提高透明度，防止腐败。在实际应用中， Transparency AI 帮助许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成功地打击了腐败行为，提高了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例如，某亚洲国家利用 Transparency AI 监测政府采购专案，结果发现了一系列腐败行为，进而展开了调查和惩处行动。另有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使用 Transparency AI 来追踪其资金的使用情况，提高了财务透明度，增强了公众信任。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对新的挑战，需要他们将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灾难救助等领域，以帮助政府和组织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疫情爆发和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这些应用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
共同寻找解决方案，促进全人类的福祉。在整个故事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作为人工智慧技术的拥护者和推广者，始终坚持信念，努力将技术转化为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的动力。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不仅为法律行业和国际组织带来变革，还启发了其他领域去发挥人工智慧的潜力，为世界带来更多的益处和进步。在医疗保健领域，人工智慧 AI 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改善诊断、治疗和病人护理的质量。以下是 AI 在医疗保健领域一些常见应用的简要说明。医学影像分析 AI 可自动辨识医学影像，如 X 光、CT 扫描和 MRI 影像，以检测疾病和病情。这有助于缩短诊断时间，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特别是在癌症筛查和急诊室情况中。疾病诊断 AI 可分析大量的医学资料，包括电子病历、实验室报告和医学研究等，协助医生对疾病做出更准确的诊断。一些 AI 模型已显示出在诊断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等领域的效能。治疗计划制定 AI 可帮助医生制定更精确的治疗计划，如放射治疗和化疗方案。AI 可根据病人的病情和医学研究生成个性化治疗计划，以提高治疗效果并降低副作用。药物研发 AI 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从海量的化学分子资料中筛选候选药物，并预测药物的活性和毒性。此外， AI 还可用于药物靶点预测和药物动力学研究，有助于缩短新药研发时间和提高研发成功率。病人护理和健康管理 AI 可开发成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协助医护人员监测病人的健康状况，并在病人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警告。此外， AI 还可用于开发健康管理应用程序，以辅助病人管理他们的健康资料和安排预约。手术机器人 AI 驱动的手术机器人可提高手术的精度和安全性，特别是在神经外科和骨科手术中，机器人可执行高难度的手术动作，并可放大视野，使外科医生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手术区域。疫苗研发和流行病学 AI 在疫苗研发和流行病学研究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AI 可帮助分析病毒基因组，并可预测疾病的传播和趋势，这有助于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家更快地开发疫苗和控制疫情。医疗资源分配 AI 可被用来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以解决医疗机构和地区之间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这有助于减少医疗浪费，并确保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10集。在新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受到来自一家大型国际医疗器材制造商的委托。这家公司希望开发一款新型远端健康监测装置，以帮助医护人员更好地监测病人的健康状况，并在病人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发出警告。小金接到委托后，立即组织了由李浩轩、张博士和赵工程师组成的专家团队。他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市场调研，发现目前的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存在一些缺点，如装置价格昂贵、资料安全性存疑、使用者体验不佳等。小金团队决定打造一款崭新的远端健康监测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团队成员密切合作，共进多次会议，共同讨论产品的设计、功能和开发进度。小金负责领导法律和合规方面的工作，确保专案的开发符合相关法律和伦理规范。李浩轩则充分利用他的数据分析专长，为产品定义了明确的市场定位和目标客户。在产品设计阶段，张博士和赵工程师密切合作，
将他们的医学专业知识融入装置的设计中，以确保其功能性和有效性。在开发过程中，团队还特别注意装置的易用性和使用者体验，以确保老人和儿童等特殊人群也能轻松使用该装置。在产品开发接近尾声时，小金团队安排了内部测试和反馈，以识别并解决装置可能存在的问题。测试结果显示，装置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顺利收集到病人的健康资料，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根据测试结果，团队对装置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最佳化。在最终版本推出之前，他们还对装置进行了压力测试，以确保其能够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常工作。最终，该远端健康监测装置成功推出，并获得了客户的好评。该装置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一个高效、安全的远端监测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更好地监测病人的健康状况，并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在为客户交付产品后，小金团队并未松懈，他们持续关注装置的使用情况，并根据客户的反馈进行改进和升级。他们深知，科技日新月异，只有不断创新和改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他们将继续将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领域，以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护理，并促进整个医疗行业的进步。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他们都将始终坚持信念，将技术作为服务社会的动力。在这部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的第10集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为客户开发了一款成功的远端健康监测装置，这证明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以及他们如何将人工智慧技术转化为改善医疗保健的有力工具。在未来的故事中，我们将继续跟随他们的脚步，见证他们如何在医疗保健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并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和进步。在医疗保健领域，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趋势。这些装置利用人工智慧技术，为医护人员和病人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护理。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可监测病人的生理指标，如心率、血压、血糖、呼吸率等，并将资料实时传输给医护人员。这种远端监测方式允许医护人员在病人处于家中的情况下，持续监测病人的健康状况，从而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这些装置还配备了感测器和通讯模组，可自动检测病人的生理信号，并将资料传送给医疗机构的伺服器。医护人员可透过中央系统监控病人的资料，以确保他们的健康状况处于安全范围内。此外，远端健康监测装置还具有多重好处，包括：一、提高病人参与度。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可帮助病人更积极地参与他们的健康管理，让他们在家中也能够密切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二、减少医院造访。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可减少病人到医院就诊的次数，从而节省医院资源和病人时间。三、改善医护人员监测。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可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全面、及时的病人资料，有助于他们更准确地评估病人的健康状况。四、早期发现问题。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可及早发现病人的生理指标异常，从而防止病情恶化，并节省医疗费用。五、个人化医疗。医护人员可利用病人的远端健康监测资料，为其量身定制医疗方案，以满足其特定需求。在开发远端健康监测装置时，人工智慧技术在装置的设计、功能和安全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例如，感测器和通讯模组的整合、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装置的易用性和使用者友好性，以及资料的加密和安全传输等。在之前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就为客户开发了一款成功的远端健康监测装置。该装置的成功在于它将人工智慧技术与医疗保健需求相结合，以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护理。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11集。在新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受邀为当地政府的公共部门提供法律支柱。该部门正面临着巨大的法律文件处理压力，而小金团队擅长使用 AI 工具处理和分析大量资料。他们将利用这一优势，为部门节省时间和人力资源。在与部门负责人会面后，小金向他展示了他们的 AI 法律助理。这是一个基于 AI 的平台，可自动检测、分类和分析法律文件，以提取重要资讯和建议。部门负责人对这项技术感到非常兴趣，并决定与小金团队合作，将此技术应用于部门的日常运作中。李浩轩在分析部门的法律文件后，发现其中有一些涉嫌欺诈行为。为了进一步调查，他利用 AI 工具对法律文件进行了深度学习和分析，最终确定了嫌疑人员并找出相关证据。在与部门一起行动和调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大型的诈骗集团，并将其交由执法机关处理。与此同时，张博士和赵工程师正在开发一款新的 AI 辅助工具，可用于协助律师和法律助理进行法律研究和文件撰写。这款工具可自动检索和整理法律资料，并生成法律文件的草案，以节省律师和法律助理的时间和力气。在产品开发接近尾声时，小金团队安排了内部测试和反馈，以识别并解决工具可能存在的问题。测试结果显示，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成功地生成法律文件，并为律师和法律助理节省了大量时间。在最终版本推出之前，小金团队还对工具进行了压力测试，以确保其能够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常工作。最终 ，AI 辅助工具成功推出，广受律师和法律助理的欢迎。这款工具为法律专业人士节省了时间和人力资源，并帮助他们更快、更准确地处理法律事务。在为部门和法律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后，小金团队继续接受新挑战。他们为地方政府开发了一种基于 AI 的灾害应对系统，可自动分析和处理自然灾害中的紧急情况，以尽快将资源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在接下来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他们将继续将人工智慧技术应用于法律和其他领域，以帮助政府和民众获得更好的服务和支援。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他们都将始终坚持信念，将技术作为服务社会的动力。在这部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的第11集里，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为政府部门和法律专业人士提供了多项重要的 AI 法律应用，从自动检测和分类法律文件，到生成法律文件草案，再到开发基于 AI 的灾害应对系统。这些应用证明了 AI 在法律和其他领域的巨大潜力，并展示了 AI 如何帮助人类从事更复杂、更精确的工作。虽然目前这些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但未来它们将在各行各业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看 AI 在未来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和进步。在糖尿病患者的管理中， AI 可向患者提供关于血糖监测、饮食和运动的指南，并可根据患者的反馈和资料调整管理计划。这些应用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改善病人的健康结果，提高整体医疗服务的质量。
我在之前的回答中已经提到了 AI 在病人护理和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例如开发远端健康监测装置和基于 AI 的健康管理系统。这些技术可协助医护人员更密切地监测病人的健康状况，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个人化的照护。以下是另一个关于 AI 在病人护理和健康管理领域应用的例子。案例：智慧型糖尿病管理系统。某医院的糖尿病中心为患有糖尿病的病患提供个性化糖尿病管理服务。医院采用了一套基于 AI 的糖尿病管理系统。此系统可根据每位病人的特定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管理方案。在病患接受初次评估后，系统会分析其病情、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等资料，并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指南，为病患制定了个人化的糖尿病管理计划。管理计划包括血糖监测、饮食建议、运动方案和定期检查安排等。病患可透过系统上的移动应用程序随时记录自己的血糖值、饮食和运动情况，并将资料上传至系统。系统会自动分析资料，并根据病患的进展和需求调整管理计划。医护人员可透过系统监控病患的状况，并与病患进行远端会诊和咨询。此举有助于及早发现问题，并确保病患按照管理计划进行治疗和管理。此外，系统还配备了感测器和通讯模组，可自动检测病患的生理信号，如心率、血压等，并将资料实时传输给医护人员。这种远端监测方式可帮助医护人员在病患处于家中的情况下，持续监测病人的健康状况，从而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该智慧型糖尿病管理系统已显示出在改善糖尿病病患护理和健康管理方面具有显著的成效。它不仅帮助病患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病情，还节省了医护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能够更专注于其他医疗需求。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12集。在第12集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对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案件，一宗涉及跨国商业交易的诉讼。原告公司指控被告公司侵犯他们的商业机密，并要求赔偿。为了更好地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小金指示李浩轩和团队成员搜集大量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包括合同、电子邮件、会议记录和金融交易报告等。李浩轩利用 AI 工具分析这些资料，以识别重要资讯，发现模式和关联，并建立一个案件简介档案，以协助律师团在法庭上呈现他们的案件。在法庭听证会上，律师团利用 AI 生成的简介档案和分析结果，向陪审团说明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和争议点。他们还展示了 AI 在处理大量资料上的能力，以证明该技术在处理复杂案件中的价值。在审判过程中， AI 还被用来分析证人证词和法庭证据，以检测可疑之处或不一致之处。AI 还可用于生成预先准备的交叉诘问和陈述，以帮助律师在法庭上更有效地表达他们的论点。在案件进入结案阶段时， AI 被用来预测案件可能的判决结果，包括可能的赔偿金额。这项预测有助于律师团为客户提供更准确的期望和战略建议。最后，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继续跟进案件，并利用 AI 技术改善他们的法律实践。他们将使用从这起案件中学到的教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资料分析和诉讼策略技能，以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客户。在下一集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对另一个挑战，一起探讨 AI 在法律领域的其他应用，如智慧财产权保护、合约审查和法律研究等。他们将继续展示 AI 技术在法律实践中的优势，
并探讨这些技术如何帮助律师和法官更快、更准确地处理案件。在未来的剧集中，我们将看到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如何利用他们在 AI 法律应用方面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向改变。无论是改善法律服务，还是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他们都将持之以恒地努力，充分利用 AI 技术的力量。在这部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的第12集里，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在诉讼案件的审判中充分利用了 AI 技术的优势，从资料分析到预测判决结果， AI 为律师团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支援。这证明了 AI 在法律领域中的巨大潜力，并展示了 AI 如何帮助人类律师处理更复杂、更精确的法律事务。虽然目前这些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但未来它们将在法律领域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 AI 在法律界带来的惊奇和进步。在教育领域， AI 具有广泛而多样化的应用。以下是 AI 在教育领域的一些具体应用：个人化学习 ，AI 可透过分析学生的学习风格、能力和兴趣，为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资源和计划，帮助学生实现个人化学习。智慧教学助理 ，AI 可作为教师的教学助理，提供及时反馈和建议，以帮助教师改善教学方法，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自动化批改 ，AI 可自动批改学生提交的作业和考试卷，节省教师的时间和精力，并可快速提供准确的反馈和评分。学习分析 ，AI 可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如考试成绩、出席率和参与度等，以识别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提供支援和帮助。虚拟教师，基于 AI 的虚拟教师可作为教师的补充，为学生提供额外的教学资源和互动，尤其是在偏远或资源匮乏的地区。语言学习 ，AI 可开发为语言学习工具，透过模拟真实情景的对话，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资料驱动的教学 ，AI 可分析教育资料，以确定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并为教师提供基于证据的决策支援。改善特殊教育 ，AI 可帮助特殊需要学生通过识别他们的特殊需求，并提供定制的教育计划和资源，以帮助他们充分参与学习。教师专业发展 ，AI 可作为教师的同伴，透过分析教学录影和教学资料，为教师提供关于教学方法、班级管理和学生发展的实时反馈和建议。开放教育资源 ，AI 可促进开放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共享，使学生和教师能够访问高质量的教育材料，并促进全球教育的平等和包容性。在艺术领域 ，AI 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已被用于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和表达。以下是 AI 在艺术领域的一些具体应用：电脑艺术 ，AI 可根据预设的规则和参数，生成视觉艺术作品，如绘画、摄影和设计。这些作品可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复杂性和创意，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演算法和资料驱动的。音乐和声音艺术 ，AI 可被用来创作音乐和声音艺术，透过分析现有的音乐风格和结构，生成新颖的曲目或旋律。这有助于开拓音乐艺术的新领域，并为听众提供新的聆听体验。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13集。在第13集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对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案件，一宗涉及智慧财产权的诉讼。原告公司指控被告公司侵害其核心技术和专利，并要求赔偿。为了更好地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小金指示李浩轩和团队成员搜集大量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包括合同、专利证书、研发报告和市场调查资料等。李浩轩利用 AI 工具分析这些资料，找出有力的证据和显著的细节，以协助律师团在法庭上呈现他们的案件。在法庭听证会上，律师团利用 AI 生成的分析报告和证据，向陪审团说明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和争议点。他们还展示了 AI 在处理大量资料上的能力，以证明该技术在处理复杂案件中的价值。在审判过程中， AI 还被用来分析证人证词和法庭证据，侦测谎言和不一致之处。AI 还可用于生成预先准备的交叉诘问和陈述，协助律师在法庭上更有效地表达他们的论点。在案件进入结案阶段时， AI 被用来预测案件可能的判决结果，包括可能的赔偿金额。这项预测有助于律师团为客户提供更准确的期望和战略建议。最后，当法庭作出判决后，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继续跟进案件，利用 AI 技术改善他们的法律实践。他们将使用从这起案件中学到的教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资料分析和诉讼策略技能，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下一集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对另一个挑战，探讨 AI 在法律领域的其他应用，如合约审查、法律研究和法律咨询等。他们将继续展示 AI 技术在法律实践中的优势，例如自动化合约审查、法律文献搜索和分析，以及提供个人化的法律咨询服务。在未来的剧集中，观众将看到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如何利用他们在 AI 法律应用方面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向改变。无论是改善法律服务还是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他们都将持之以恒的努力，充分利用 AI 技术的力量。在这部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的第13集里，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在智慧财产权诉讼案件中充分利用了 AI 技术的优势，从资料分析到预测判决结果， AI 为律师团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资源。这进一步证明了 AI 在法律领域中的巨大潜力，并展示了 AI 如何帮助人类律师处理更复杂、更精确的法律事务。虽然目前这些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但未来它们将在法律领域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见证 AI 在法律界带来的惊奇和进步。AI 人工智慧律师小说第14集。在第14集的故事情节中，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一个涉及医疗保健的复杂案件。原告是一位患者，他指控一家大型医院在诊断和治疗他疾病时出现疏失，导致他身体受损。患者要求该医院和相关医护人员承担责任。为了更好地了解案件的背景和细节，小金指示李浩轩和团队成员研究医学文献、医院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他们还访谈了医疗专家，以更好地理解病情和可能存在的医疗错误。李浩轩利用 AI 工具分析收集到的资料，包括医学文献、医院记录、患者病历和影像资料等。AI 在处理和分析大量医学资料上的能力，为律师团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律师团利用 AI 生成的报告和证据，向陪审团解释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和争议点。在法庭听证会上，律师团进一步利用 AI 来分析医疗专家的证词和医疗记录，以侦测任何不一致或可疑之处。他们还使用 AI 生成交叉诘问和陈述，以协助他们在法庭上有效地表达他们的论点。在审判过程中， AI 还被用来预测案件可能的判决结果，包括可能的赔偿金额。这有助于律师团为客户提供更准确的期望和战略建议。在案件进入结案阶段时，
AI 被用来评估潜在的治疗选项和预后情况，以帮助律师团为客户提供更具讯息性和科学性的建议。最后，当法庭作出判决后，小金、李浩轩和他们的团队将继续跟进案件，利用 AI 技术改善他们的法律实践。他们将使用从这起案件中学到的教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资料分析和诉讼策略技能，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故事到此先告一段落，谢谢收看。